过昨天的邀约选择，恭喜潘萧逸邀约成功，请潘萧逸、段丹辉携带行李前往出岛汇合点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样搞得我好紧张啊！你得帮我拎一下这个，它太重了。必须的，交给我。放开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应该是好玩的，好玩，必须好玩。跟涛哥说个再见。拜拜，走了，玩的开心，拜拜，玩的开心，拜拜。他已经开心了，他已经啊，必须的，拜拜。昨天晚上就开心，拜拜拜拜，太幸福了。好像回到第一天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两个被淘汰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我们俩淘汰了，要把行李。我们俩被淘汰了。都是回家了。我感觉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白裤子？没有，这个搭黑色应该好看一点。咱俩上下呼应一下。因为小潘上衣是牛仔色的元素，我想的是这样子搭配一下，稍微两个人相处也会自然一点。我在岛上根本不可能把头发放下来，因为太热了。所以你平常是刘海是会，日常是放下来？就这样。啊。扎起来多一点点。昨天晚上有紧张不？昨天晚上啊，其实我是今天早上比较紧张。今天早上，昨天晚上还放松吗？昨天晚上稍微好一点，昨天晚上太累了，也没想那么多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我从睡醒的那一刻就开始在想今天去干啥。哎，咱俩手机一个颜色？蓝色哦。对，一个颜色，但是我有手机壳。你设置这个了吗？没，它这是你独有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改一个。能给我改吗？好逗啊，这张。这张确实挺好玩。出发了，出发了。你觉得我比你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才比我大2、3岁。那我告诉你我多大？20，我04的。你04的？04怎么是20啊？因为我是9月。哦，那你也马上生日了。9月28。9月28。所以你知道我一开始为什么说，我说你应该比我大，我说你应该不能再比我小了吧，比我大吧？你猜我，现在你猜我？21。我是20，我05。你05的？真的假的？我05。真的假的？能想到吗？没骗我。我骗你干嘛？我05 5月份。05 5月份。刚满20吗？对啊。我马上21。那你还是比我小一点点。对啊。我有震惊一下，我有想过比我大1岁或者跟我差不多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比我还小。确实我没有接触过比我年纪小的。回想了一下他这几天的那个行为和表现，我又觉得就是他这个年龄的该有的那个少年感活泼的那种样子，我又觉得也挺好的。咱俩05、04大学生勇闯恋综。你也是2的？我不是啊，我是你小师弟啊。你是23的。师姐好。哎，师姐好，师姐好，师姐好。不是特别注重这个吗？你最开始好像真的就是说我一上来不是像师姐吗？你真成你师姐了？对啊，真成我师姐了，你猜到吧？我要当小的，我要当年龄小的，不要当姐姐。你当小的就不能管我，是我管你。我现在就当好这个角色了，比你年长一点点哦。给你台阶，你真上啊！怎么？你做这个表情？你怎么突然这个表情？不尊老爱幼。不是，我也需要人设的。你能忍住10分钟不讲话吗？可以。谁先讲话谁是小狗。
嗯。这么说话，你先说的，你说不说？我说话说。真是的，要你讲话你不说话，不让你讲话，天天在那叭叭叭叭叭。你猜我小时候还有个小名特好玩，跟一个节日有关。你5月多少号？29。看6·1。对了，是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在6·1的前？哦，我生日以前就是觉得2个一起过了。盼6·1。对啊，盼6·1，盼6·1。你爸妈会叫你6·1吗？不会，我爸妈叫我另一个小名，但我不想告诉你，有点幼稚。什么？不告诉你。我俩互相分享一个小名。很值得吗？我这个小名。你先说，很值得，非常值得。真的值得吗？你看着我的眼睛。很值得，我这个小名。看着我眼睛，看着我眼睛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。我小名叫毛毛。我叫蛋蛋，咱俩是毛蛋。一字蛋，蛋。你可以叫我蛋蛋，你叫你蛋。不要。蛋。不要，好难听。蛋熊。叫毛毛。你要逼我在岛上跟所有人说，他叫毛毛，潘孝义叫毛毛。他叫毛毛，潘孝义叫毛毛。你现在这样，我说你以后喊我们2个人，每个人都喊我们毛蛋，喊我们2个人毛蛋，喊我们2个人毛蛋。我是无所谓。不行，我有所谓。你看，我有包袱了。还叫你6·1吧。6·1好听啊。我们进市里了。进城了。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？猜。他们现在在猜我们在干嘛？我也觉得。这样的户外旅游，你更想看哪一对儿？我肯定想看夏夏和子琛啊。哦。我现在突然有一种岛名下岛的那种。我还适应不了。有一点点不习惯了。有一点。真的好，很多做手工的。吃饭，饿了。还有仪式感吗？还有仪式感吗？吃饭了。请尝一下。咱俩好像是第一次单独吃饭。第一次啊。你感受一下，你先吃。之前是有队里别的人在。其实我当时本来进那个小屋的时候，我看那个票，我就会觉得你可能进去的就是出来。我真的是没想到你会买那个。对啊。我想使用查票卡，使用者是潘孝义。潘孝义第一次偏爱投递的情况是：段丹辉2颗月光石，薛西瑶2颗月光石，张雪飞1颗月光石。我其实一直挺好奇的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只跟我说了你投了3个人。那你知道我那个投票比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惊讶呀。
怎么没想到你的票多了还是少？不是，我惊讶你3个人是这3个人。最开始确实没跟太多人聊，所以那次投票我其实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。对。你跟我聊完之前跟之后，你那个投票有变化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当时挺吃惊的，第一次跟你聊完，就是完全不知道你有那么多情绪在。我其实会更愿意支持他跟他自己喜欢的人。那你觉得我有主动过任何现象吗？有吗？找你算吗？你刚刚来找我的这个时间真的很刚刚好。下次来找你还会吃惊吗？我要说会，这样你就一直找，我就一直会。我跟你聊之前，我一票都不想给你的，本来。聊完之后，分了你一点，分了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了一点。那你当时就第一次找我聊天，有没有一个契机？有没有契机？我感觉更像是慢慢积累，就是慢慢计划。可能我是从早上开始想这事儿，它并不是就是我一下子突然想去找一下。当然还特别懵。哎，我还特意打开门，我说我来找丹丹辉，我还觉得你会不会误会我，就是认不出你。原来你当时说我名字是这个意思。我就特地这样说。第二天主动找完以后，发现2个人其实都在这儿，但是有一道墙，就互相不知道。挺奇妙的。我现在想想，我都觉得我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好直接。真的。平时不会这样。敬你一个。那天我觉得你都主动来找我了，那我就也在主动一点点吧。这个主动的，我就感觉话匣子打开了。我当时就啥都想说了，藏不住事儿，真的藏不住事儿。藏不住事儿的年纪。咱俩真是藏不住事儿的年纪。对啊，一下放松很多，真的放松很多。那会儿可能来这样找的话，就可能还会，怕，甚至就夸张点说我会怕，就可能遇到其他女生该怎么打招呼，该说自己为什么要过来，我可能会，没有就过来逛逛啊这样子，但可能这几天会自然很多。现在就是你要来找我聊天，我就会觉得很正常，这人咋又来了？对，这人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每天去投票，我走一半，我以为你都没看到我，走一半突然回头看见你在那小跑过来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关注一个人，就是会在很多人里边一下子看到他。就有时候会有种心灵感应一样。就我们那天问答那个游戏，其实我当时情绪还挺明显的。非常明显啊。城市，你们画大饼吧，我才不信呢。但是他现在想法就是这样啊。想法不成熟。我以为我还藏了一下。但是当时确实是我有心里就是咯噔一下，我就突然一下觉得原来我们2个人还是差异还是有点大的，就是很多观念都不太同。所以我晚上想来找你聊这事儿。我以为你是不理解，就是跟我持反对意见，所以你一直在跟我辩论。当时听到你不同想法，我更多的不是反对，而是我想去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，可能有你自己的理由，我更想去了解，而不是那种我觉得我要跟你辩论一下这种。聊完以后我也懂了你的想法，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会选出那个理由，我是支持理解的，但是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去聊天的机会，所以那天晚上我来找你了，我觉得这不能一笔带过。那会儿你给我的情绪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，
但不知道你的想法怎么样？那天晚上，我们俩聊完之后，我感觉轻松一点。开始实际是把自己放的压力有一点点大了，我就觉得一开始想太多了。聊完之后我就觉得没必要想那么多。然后现在我就是觉得，来到这个岛上之后，跟你认识了之后，我们每次组队的时候，我感觉挺轻松的。就比如说我有时候话少，你话多。你不要嫌我聒噪就行。我其实挺喜欢那种别人在旁边叽叽喳喳，然后我就听着，可能需要我回馈的时候，我会给点反应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岛上的这段时间，其实就是在思考，双方的一些性格差异，你能否接受？对，然后才能去往下走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我会继续的坚定选择你这些东西，我肯定是也会考虑到的。如果我选择接受了，那我觉得就是我会接受这些。哎，小称和平画像，这还挺像你的，这还挺像我的，感觉像咱俩第一天登场的那个。真有点呀、走。Hello， 来看一下。我们就先画这个4宫格，然后用这个描绘你们的美好的瞬间。就是你们要摆4个动作，一块儿吗？还是各自？一起。想一下，我们这几天对，可以想一下。有没有特别好玩的？我要发动好好想想，我得好好回忆一下。我说，这行的。聊着进入什么？好像是哎。可以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小潘子这个。可以，还可以握手。哎，师姐好，不是特别注重这个吗？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那想个设计一下。设计的特别一点。我昨天教你们的那个拍照姿势，小狗耳朵是这样。对，这样一人一只吧。也可以。来，脸颊对啊。你们可以比一个爱心。这样。对。或者你们互相对望放电。对视挑战。对。30秒。你说。你说。再来是吧？3、2、1。I kinda wanna be sit with you in silence and feeling butterflies laugh stupidly and loud while you hug me from behind, bake cake at 3 AM, slow dance to play FM, sing you to sleep, wake up to me and live a life with no regrets. 你眨眼，你要哭出来了。哎呦，你得死去了。你真的要哭出来了。啊，我哭了，你刚打我。昨天玩那个游戏咱俩没上去，天天给补上了。最后一个了，可以说一下你们的心动瞬间啥的吗？心动瞬间，那我先说，就是第一次大家一起做饭的时候，我在那洗菜，然后丹丹就站在那个，不是，灰，丹丹也是啊。好。蛋蛋就是站在那儿，当时周晓一直在靠那笑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我笑，但是那会儿看他就挺可爱的，就挺记忆深刻的，那会儿应该就是心动瞬间了。很浪漫哦。该你了，蛋蛋，毛蛋。我想想啊。
就是第一次找我聊天敲门。嗯，找一下段丹辉。我找段丹辉。我找段丹辉。对。找段丹辉。很主动哦。嗯。然后展示一下我们刚刚画的那个4宫格。哦，画的好好看，把我俩画的好 Q 感。嗯呐。我看看，我先选一个。你最喜欢哪个？我选这张，这张给你。其实我很想弄那个 T 恤。可以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，给你画什么呢？那我先画吧，我给你画一个，你给我画一个。好。哼哼。我们先保持神秘，互相不看，可以吧？好的。暂时我要创作了。你喜欢啥动物呀？小狗，小狗。你不会再画我吧？嘘，哎哎。想到了我们相处下来，可能就真的像这么一个过程一样。他把它用画来简单的表达了一下，然后让我也回忆一下。我画完了。可以。我对你初印象是黄色，潘萧逸，所以我用了黄色来写你的。这是我刚出场扎的头发，然后这是我印象中的你。咋还有小腮红呢？害羞不行啊！我害羞，可以。酷哦，这就是我经常说的，很酷，在我心里觉得很酷，酷的比我都酷了。这4个你能看出来吧？规划饼，对不？妈的，幼稚。然后这2个蛋，可能一个是就是外向的，就是把手伸起来，然后把腿伸起来，然后这个是那种收起来的，就你平常这样子的状态。然后呐。在这里加，在正面也加个咱俩的小人头吧。我每天扎了最多的发型，丸子头。这样怎么有点家庭地位的感觉？在衣服上写一句话吧。别偷看我。好吧。写的什么？我看你的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。我懂，我太懂了。你跳下去，再游1来回，游到海水变蓝。你会穿吗？必须穿。帮我拍一张。好，让我来用我的。拍我看见了。没事，它有外屏预览功能，你这边也能看到画面中的内容。那刚好我可以调整我的动作。这样一个横屏。那我们来外屏预览，这样你也能看到。嘿，可以吧？把我的衣服把我画的展现出来。可以吧？画的。哎，这边调一下，这个确实很方便，好看。比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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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比波比波比波。拱。哎，这个挺好看。哦，这样子。放一下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Go go go， 出发喽！看看啊，谁画了我的吐司？在上面画哦，我以为当时是做。帮我拍张照呗。可以啊，这面包挺好看的。你找个角度啊。好。来，3、2、1，我把面包带一下。我偷拍几张。哇，看一下。Hello，你们好。看，今天给你拍的。
这后面怎么有人啊？你帮我用福利补漆一键消除处理一下呗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们打开这边，然后圈出画面中的其他人，除了你的。你看，它这里就有指示，然后点按橡皮擦，你看就把它消除了。我们等一下。哦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今天真拍了很多照片啊！我决定了，我要把这些照片都放进我的智能收藏，做那种专属回忆录。这样的话，以后啊看到这些就能想到今天的点滴了。我们来长按把它们都拖进智能收藏。你看，可以吧？它往右滑就可以看到今天拍的。可以。一人一半，弄个分界线。可以。我要先弄粉色。你怎么看画？我构思一下。不让你构思，直接霸占这个领域。我过你，这过你，你把粉色用光了，你不让我构思粉色，赶工了，比速度是吧？你过线了，就把这个加。不是你的区域。这一块我霸占了，这一块你来。好。说实话，有点丑。不许笑，谁笑？我觉得有人敢吃。我吃，我吃，我一口一个。默契一般，你看咱没画成一个完整的东西。你先过三八线把我亲。我的天，没事，交给我。太丑了，画的。岛内约会和岛外约会其实差别挺大的，更像那种真实的约会。肯定是我画的比较好。那说不准，这是大工程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小狗，是一狗，我是小狗，赖皮小狗。哎，能录吗？录完能拿走吗？那种？今天没有录音机。那好可惜啊。行，那我们挂上去吧。可以，可以吧？我们是简约风。谢谢。哦，可以，还挺可爱的。所以这是饼干。对。哦，我是立体的。好可爱，要拍。拍一张。可以，还给你。我要吃我的抹茶味道。我选一个给你的，我选一个给你的。选这个。两个人能有一个私密空间，然后也能互相了解到更深。我觉得就是表达更自然了，相处的更舒服了。满载而归，一个都不落下。必须。哎，真的好凉快。你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吗？为啥？我第一眼看到，我感觉长得有点像你。真假的？取名叫潘61。我这个就是淡季，叫反差，跟我像吗？跟你一样，都很漂亮，当然一眼就看到她了，这。因为感觉岛外就我们两个人一天就是相处了一天，有一些自然的，就是一些接触或者触碰，都会让两个人没有那么的尴尬或者是突然了，就是更熟悉了，就更自然了。现在。哎呀！哦，火锅。哦，一个番茄，一个辣的。啊，在这。哦，这么大一块肉。是这个是吧？你会辣椒炒肉吗？可以试啊，我觉得。啊，辣椒炒肉是我最爱吃的。那行啊，就搂这个。是不是得搜教程做？是，研究一下。拿手机搜一下。你先可以把这洗了。好，把这个洗一下。这样真的能做出来吗？不知道。你会吃吗？会吃啊，做出来了肯定会吃。切点螺丝椒。哦，我先把辣椒切好。可以。我知道。肉肉。分工。但是肉皮是要把它去的吧？
等一下，你会开火吗？不是，我这个肯定会啊，但这个猪，好了，这段可以不播吗？这样可以吧？是切成这样吧？要帮我刚把视频翻出来对照吗？我先切，能吃就行。行，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谁也别嫌谁买一台，咱们好，同意。我这猪等一下，这个猪肉洗了吗？做完再洗，切完再洗是吗？上厨房犹如上战场。是啊，幸好有你在，没你在的话，这个闻着我真要焦虑死了。你是只留了肥肉吗？我还想把肉切掉了啊？有信心吗？没信心。我来炒炒。啊，哎，你来倒，你看我，这样看就是你做的。我做的。你，我俩好像那个。印象最深的一个心动的瞬间，就是做饭的时候做那个辣椒炒肉，我们俩都不会做，因为这道菜可能我之前提过，然后他也说可以去尝试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我搜教程，然后呢帮他打下手，他主要去完成这道菜吧，我在切菜，他在切肉，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在自己家里的感觉。当时那个共同去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会让我觉得比较有意义。说实话，这个看着很好吃的，其实。记录一下，现在8月16号，呛死的一天。这真挺好吃的，看着。辣椒完工者，我尝一下。你要不先给我吃吧？好吃。你来，好辣，好辣。怎么这么辣？还挺好吃，其实。这是挺好吃的，就第一次，就有点辣。麻我舌头。咱俩手忙脚乱的干了好多错事，今天又得拿闯祸呢，潘小艺。有我丹姐管着我，怎么可能闯祸啊？那个娃娃，在想是今天录完给你，但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……我才不今天给你呢。你就猜我哪天给你吧。你永远不给我。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天给你。那我最后一天给你。你别告诉我，不想知道。那我不给你。那行。我就录完，我给你寄你学校去，可以不？我去我朋友要个那个地址给你寄的。我肯定是最后一天送，我觉得我还会有更多的话想要更说。对。吃饱有点辣感觉。我吃吧，你别吃辣了，我吃辣的。你吃番茄吧。不是，我下了有番茄。哎，那要是口味不同的话，会是个问题吗？那万一要是你吃不到一块的人怎么办呢？两个人相处久了，完全会变相同。绝对不是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辣，我可能也会慢慢的学会，或者锻炼一下。对对对，有时候我来挑战一下你的辣度。吃了会很难受吗？你吃太辣了。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迁就别人的口味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一辣到底。吃不到一块，我就自己吃吧。我觉得就不互相不勉强。我就一个人去吃。那你觉得恋爱会让你改变这一些吗？就是，比如说恋爱当一个人加入到你这些，你比如说一个人突然提出来想看电影，或者是，我平时我刚好想吃那个午餐肉，那你会排斥吗？不排斥啊，我既然跟他谈恋爱，那肯定就是希望他的加入，他的加入肯定是更好的呀。所以在你的心里，其实就是恋爱，两个人还是会优先级高于一个人吗？如果是好的恋爱的话，知道了。你来到岛上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吗？我感觉你好像第一次不开心就是第一天。在跟你那天晚上食堂聊玩，可能有点不开心。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太快了，让你一下子
有点压力什么的。就我想着有时候，那会儿我是想着是不是要退一步，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锁死。我觉得就是一下子突然想不到你会不会因为这些，让你一下子压力上来，然后让你晚上想多，是不是觉得还没了解？同时你当时也问了一些我们的分歧，我觉得当时那会儿问题还没解决，注重这种表面的什么说锁死什么，所以那会儿问题一出现，我还是会比较有点担心。其实我也害怕，就是别人把我们俩定义的太死了，也不是说压力吧，只要是我们俩自己开心就行。但是呢，确实我们的了解特别少。对，因为他是在岛上这样的氛围，有限定的环境，是啊，然后也不能说自己身份，然后大家每天就是为了同样的事情去努力，可能会拉近关系一点，但是可能到了岛下就比较现实了，就有自己的圈子了。对啊，你有你的社交，我有我的社交，包括咱俩不在一个城市。那你是在哪里多一点？现在？就是在我南京附近多一点。南京，咱们一个南京，一个北京，2个京，南京、北京，不远，不远就行，挺好的。但是你看啊，如果我俩不在一个城市，就没有办法面对面聊天。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很多情绪，你又感觉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感觉到吧，但可能不能及时解决。可能相比2个人在一起的谈的时候，就2个人在一起嘛，每天如果见面的话，每人在一个学校的话，那就能及时解决。在异地的话，可能要更花心思。但我觉得这花心思并不是一种压力，比如说我来解决你情绪，然后我要去联系你的朋友，这样问一下，我觉得不是一种压力。但是我很知道我自己的性格啊，我感觉跟我谈恋爱的人其实是会有点累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，就我的情绪特别多。那你还没给我全部表现出来啊！我现在就看到你几个情绪啊？哪几个情绪？累了，好累啊！焦虑会最近才给我展现出来，因为那次我们问完问题，还有一种就是开心呗。你怎么能看出来我开心？喜欢吃饼干，还有你话多起来就挺开心的，我觉得。差不多吧？差不多。观察怎么样？给几分？100分给50分。哎，9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擅长发现别人情绪，且会主动去安抚你的情绪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每次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我都会挺珍惜的。他主动跟我提疑惑了，然后我就把他主动的解开，对女生的一个负责吧，让她知道你的真实想法。你感觉你对我现在了解有多少呢40%吧。40%。因为我觉得你挺多东西都藏着的，没让我知道，我还得慢慢去挖。对于我这个性格来说，你已经算是多的了，因为可能很多人认识我很久，都没有发现我是一个藏着自己情绪的人，就都没有发现，都以为我是没心没肺的，就因为你像他们那边表现出来的。对，所以我说你已经了解的算快的了，很厉害了已经，很厉害了已经。行了，有你这个夸奖行了，冲击。结束的时候你觉得能到多少？我觉得这个结束到多少不重要。海水变蓝。自己跳下去，可以游回来，再游1来回，游到海水变蓝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。我懂，我太懂了。我身边有很多认识我可能认识了很久的朋友，他们都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很隐藏自己内心的人，但是小潘跟我就是接触了
这么些天他就能看出来，我觉得说明他心思也很细腻，他是真的有在观察到我的情绪的变化。他说出这句话，我觉得他也有一层意思是，我们以后还会继续了解，我可能还会了解你更多，就是等你慢慢想跟我说你内心想法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对方了啊。不管是在岛上这几天还是以后，这是我得去慢慢了解的。我觉得等到100%彻底懂了，可能需要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。但我觉得这不代表着就我要懈怠，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动力吧。你头低下来，看我。好丑，赶紧给我删掉，删掉！不行，删！快点吧！散步去了，快点吧！走，散步去。不行，那个自删。回岛上删。不行。芭比。不行，你快点。我们散步去。完蛋了，散步去。我不跟你散步了。嘿，来了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熟悉的面孔。你们在吃什么？吃的是。我们吃西餐和烤鸭。哇哦，我们其实也不差，我们吃的火锅。我们是林间小民宿。你们都干嘛了？我们需要用画面来告诉你们今天干嘛。你得站这，站这。哎呀，这我画的。哎呦喂，哎呦，我天哪！还有我的，好可爱啊！我站这里。所以潘子这件衣服是灰灰做的啊，我这个是他画的。这是我画。哎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书。我为什么要给他画书啊？是什么？他最爱吃的是什么？他最爱吃汉堡。爱吃火鸡面。不是，他平常最爱吃什么？火鸡面吧。我会画比喻。啊，对呀，然后这个是我。这是他画的自己，然后还有个小小的我。啊，小屁孩儿。那你们好玩吗？那个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觉得挺好玩的。好玩。好好享受吧，哥们儿。行了。明天岛上见。明天岛上见吧，你们先吃吧。好多。你们先吃吧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因为。好多。